这个故事是小时候妈妈讲给我的，发生在她邻居家，就在牡丹江旁林口县的一个叫大屯的村子。村里有一户人家姓吴，户主吴强刚结婚，在江边买了一个房子，就两口子住，房子紧挨着江边，房后有一块菜地，两口子见荒着有点可惜，就商量着开出来种点菜啥的。吴强是个能干麻利的小伙子，那天一早就动手在荒地上开荒，地虽然不大，但是平整出来，种点蔬菜啥的都不用出去买了，想着心里美得慌，也不觉得累。可刨着刨着，吴强就发现在土里刨出了一些碎骨头。吴强也没有太在意，菜地嘛，有个骨头茬子不稀奇。吴强弯腰捡起了一块稍大的骨头，端详了一会也没看出来是啥骨头，就随手丢进了身旁的河水里。随着平整，吴强又零星地翻出了一些碎骨头，他也没在意，为了图省事，就都随手扔进了河里。地不大，翻起来还挺耗时，一直到日头偏西了，吴强才算把那块地翻完。回了家，两口子一边吃晚饭，一边合计着种点啥。可就从那天晚上开始，吴强就开始做奇怪的梦。累了一天，吴强当晚早早的就躺下睡了。起初他是觉得睡到后半夜就浑身发冷，那感觉就像掉进了冰凉刺骨的水里。吴强睁开眼，发现自己泡在漆黑的水里，就努力地想游到水面上去，可脚下却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拉扯着他。他低下头去，看到一个面目狰狞的女人正用力地拉着他的腿，不让他浮出水面。那女人的样子很是骇人，眼里充满了怨恨，看着吴强。吴强越是挣扎，就越是被拉得往下沉，直到他感觉无法呼吸，开始窒息。就在感觉快要淹死的时候，突然醒了过来，原来只是一个梦。可吴强觉得从来没有做过如此真实的梦。吴强尖叫着在睡梦中惊醒，把媳妇吓醒了，问他是咋了，他就把做的噩梦跟媳妇说了一遍。媳妇觉得他是白天刨地累着了，睡一觉休息一下就没事了，安慰了几句，两口子又躺下睡觉了。可吴强刚一睡着，就又一次做了那个噩梦。梦中他又一次掉进了漆黑的水里，那个女人从水底游了上来，游到了吴强眼前。那女鬼用力地抓着吴强的肩膀，对着他大吼大叫。那女鬼质问吴强说，我没招你没惹你的，你为什么把我扔到河里？你知不知道这河水到了晚上有多冷？突如其来的惊吓让吴强又一次惊醒了过来，他媳妇也还没睡时跟着也醒了，就问吴强咋回事，又做噩梦了。吴强就把自己2次掉到水里，还有在水里看见女鬼的事跟媳妇说了一遍。这一次那个女鬼还跟他说话了，说什么吴强把他扔到河里，河水到了晚上特别的冷。媳妇听了也觉得这是很蹊跷，就问吴强白天有没有把什么东西扔到过河里。可吴强想了又想也没想起来。突然吴强想到了白天刨地时刨出骨头的事，就跟媳妇说了白天翻地刨出一些碎骨头，随手给扔到河里了。媳妇一听觉得这事肯定跟那些骨头有关系，反正天也快亮了，让他不要再睡了，免得又做什么噩梦，靠到天亮去找村里的四姑给看看。后半夜吴强两口子都没敢合眼，一直挨到了天亮。两口子早早的就提着东西来到村里的四姑家。四姑是村里的神婆，卜卦问米都会一些，谁家有啥邪乎事都来找她看。吴强两口子见了四姑，就把自己怎么翻地刨出骨头，又怎么随手丢到河里，晚上梦到女鬼纠缠的事，一五一十的跟四姑说了一遍。四姑听明白了事情经过，说是问个米，把那女鬼叫上来看看这是咋办。问米是四姑的一种看事手段，具体怎么操作妈妈也不清楚。四姑用问米做法把那女鬼叫了上来，就见四姑两眼翻白，声音变成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举止也和平常不太一样，听声音就是吴强梦里见到的女人。那女人一上来质问吴强为什么把她扔到河里，声音就和梦里和她说的话一样，这可把吴强两口子吓坏了。吴强赶紧给那个女鬼赔不是，说自己不是故意，也不知道那些是人骨，如果知道说啥也不会扔到河里。那女鬼见吴强道歉也是诚恳，就开出了条件，让吴强到河里和地里把自己的骨头收一收，然后做个衣冠冢，逢年过节祭拜，如果能做到就不再计较了。吴强两口子哪敢不依呀，把女鬼开的条件都答应了下来。说好了条件，四姑身子一颤，又恢复了常态。那女鬼已经走了，四姑教了吴强怎样立衣冠冢，
两口子千恩万谢地离开了四姑家。吴强不敢耽误，在河里摸了半天，总算是把女鬼的骨头找齐了，又依四姑教的法子，用一个木盒装殓了她的几块骨头，起了小坟包。吴强也如约逢年过节祭拜，也就没再做噩梦了。这个男人叫赖三，生活过得很凄苦，此时只想上吊把生命来结束。转头看到一只大老鼠，个头和猫一样，他吓得啪的一声掉到土。没想到老鼠竟然开口说话了，告诉他生活从此不必苦。赖三心里直打鼓，不知该信还是装迷糊，当即问他怎帮助，领了老鼠的仙就能当地主。谁听了这是不迷糊，奈何家里没酒又没肉，只能用血当菜谱。本以为喂完了血就能有财富，鼠仙让他自己去拿很孤独。赖三此时很发怒，鼠仙告诉他没人能够拦他住，领着赖三来到一处大住户，一片苦心不要辜负。半信半疑很迅速，那墙劲如同豆腐，很快就挖出一条通道。看着肩头的老鼠，赖三心里不再苦，因为眼前的成绩很显著。从那天起，隔三差五的就有富豪丢失财富，此事也惊动了贾队长，奔着案发地点就是一顿小跑步。村民听说了也要看热闹，只想前去亲眼目睹。这次是首富的银库，轰动的全城左右环顾，看了现场很牢固，怎会让贼来光顾？最后还是李四的眼毒，一眼就看出了门路。推开箱子，下面竟有条路。队长心里犯嘀咕，这人到底是什么来路？李四想下去探探路，队长让他时刻关注。李四浑身是胆去追逐，只求没有鬼怪在里面居住。一行人追了有几百米路，前面的光亮异彩夺目。出门一看傻眼了，这里离府没隔多远的路。队长觉得白费功夫，一时也不知道该提哪壶。李四心里有了主，看看谁平日里寒酸，最近暴富。队长觉得很有道理，当即贴了告示，让大家来过目。人群之中有边牧，个个贪婪的挪不动步。这个挑夫叫老朱，当即就觉得自己要暴富。回家过后找到媳妇，媳妇还没明白咋回事，就被拉着进里屋。这大白天的可不兴炕上住。老朱一番解释，才让媳妇恍然大悟，原来隔壁的赖三就是贾队长要找的头目。他让媳妇看好了赖三，自己去找贾队长倾诉。贾队长接到老朱的上诉，当即就带人前往赖三的住处，也不管赖三这门经不经的住，开门就直接而入。赖三此时还在大吃大喝，毫无察觉自己漏了富，接着就被五花大绑带到了警署。贾队长亲自审讯逼问赖三，一直到日暮。赖三最后被打得不省人事，差点见了耶稣。可到了第二天，看守的人过来一看，牢房里只有一地的土，仔细一瞅，那上面竟是一个大洞，而赖三早就不在这居住。再说举报赖三的老朱，拿到了赏金，却一连几天都足不出户，被人发现的时候，早就已经气绝身亡。后来这事传得沸沸扬扬，说是灰仙对他们的报复。黄皮子邪行大家都知道，可你们知道黄皮子是怎么找人跟他结仙缘的吗？李中平本来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这天就遇到一只能改变他命运的黄皮子，但是李中平没通过考验，最后落了个人财两空的下场。李中平没啥爱好，就喜欢小酌几杯。有天他看到一只黄皮子与他四目相对，以为黄皮子看上了他的吃食馋嘴，于是夹了一块肉丢过去投喂。黄皮子被吓得一激灵，忙躲到一边心生防备，然后又警惕地回来闻了闻，始终没有下嘴。李中平感觉好笑，莫非黄皮子以为他会下毒不成？为了打消黄皮子的疑虑，他自己夹了一块肉塞进嘴喂。黄皮子好像也明白了李中平的意思，见他吃了才卸下防备。从那天开始，李中平只要一只桌子，黄皮子就如约而至与他作陪。李中平很讲义气，反正他吃啥，黄皮子就跟着吃啥。喝多了，李中平不免感叹起来，要是黄皮子是个人该多好，没事还能唠几句。说到这里，中平神情黯淡起来，因为他一直出不起彩礼迎娶青梅竹马的小翠，可钱又不是凭空变出来的。说着说着，李中平迷迷呼呼沉睡。不一会儿，他听到有人在喊他，抬头仔细一瞧，原来是黄皮子在说话。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你不是做梦，就是我在跟你说话。你不是想要钱吗？虽然我没有，但是我知道哪有，就在西山上一座大坟里面，可是不能多拿，否则就要受惩罚。李中平被逗得直乐呵，捂着肚子一直笑，也不理黄皮子，转头就回去睡。我是看你天天请我吃饭，我才告诉你的，你咋不信呢？几天后，小翠告诉他，父亲要把她嫁给村首富王百万的傻儿子。那个年代婚姻都是父母包办，正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李中平倒是想拦，却找不到任何理由。当晚李中平又犯起了愁滋味，可是越喝就越愁，越愁就越伤心，那酒就像刀子一样猛割他的肠胃。就在这时，黄皮子又来了。要是李中平早点相信他，怎会落得如此滋味？李中平把心一横，干脆死马当成活马医。临走时，黄皮子特别交代，一定不能多拿，够用就行。李中平信誓旦旦扛着镐头出了门，到了西山坟地，按照黄皮子说的，对着土包就是一顿挖。不一会儿，
还真挖出来一个墓室，里面是一口大红棺材。李中平江湖救急，只是磕了几个头，就要向主人借点钞票花。打开棺盖，里面的女尸凤冠霞帔，身边金银珠宝带着是一点都不累。李中平此时心里只想娶小翠，抓起珠宝就往怀里喂。可回头一想，这结了婚，房子车子家电啥都要，真是人心不足，像都不够蛇来喂。贪念一上来，回头又抓了一大把。回去路上心里乐开了花，正盘算着怎么花，此时却惊掉了下巴。只见迎面走来3个大汉，凶神恶煞的让人害怕。他低头路过，只求对面不要过来找茬，没想到还是引起了土匪的警觉，拦住了他。突然一串珠宝掉落地下，土匪抓住他就给他揍趴。李中平拼命挣扎，奈何哭爹喊娘，对方仍旧拳脚相加。被揍之后一瘸一拐才回到家，小翠也被许配人家。后来听老人说这是黄皮子想和他结仙缘给他出的考验，奈何李中平的贪念没通过，这才落得如此下场。这是刺头的徒孙，虽然修炼了几百年，可还是没什么道行。今天就被几个老六堵在一个坑里欺负取乐，每次他想爬上来的时候，就被几个老六用棍子或石头打下去。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李中平瞧见了，其中一个人感觉小石子不过瘾，搬过来一个大石头。李中平一看这还了得，马上上前拦住了他，最后用1背篓的红薯作为交换，才救了刺猬一命。李中平看着这个老刺猬毛都白了，让他下次小心点，别再被逮着了。老刺猬像是听懂了一样，用灰溜溜的眼睛回头瞅了一眼李中平。李中平也没多想，一瘸一拐的回家了。直到第2天，一个白发白眉毛白胡子的小老头找上了门，说是讨杯水喝。李中平给他请进了院子，给他倒了杯水。老头接过水边喝边问李中平腿瘸了多少年。不问还好，这一问就勾起了李中平的伤心事。他拍着自己的瘸腿，要不是因为这，自己怎么会快笨似的人了，还是一个老光棍。老头听后说他略懂医术，可以给李中平的腿治好。李中平听后很开心，拉起裤腿躺在床上，就任由老头摆弄起来。老头拿出许多银针，完美避开了李中平所有的腿毛，就扎了下去。到日落西山的时候，老头才给银针拔下来。他让李中平没事起来走2步。李中平犹豫地把脚踩在地上跺了几下，那感觉和做梦一样，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流下了幸福的泪水，接着就跪了下来，哐哐给老头磕了几个头。不但如此，老头还要把医术传给他，但是只教了他3天，1天教诊脉，1天教食药，1天教察言观色。3天后，老头走了。他告诉李中平，如果有事可以去西山坟地的老槐树下找他。从那天开始，李中平开始摆摊给人瞧病。经过他诊治的病人，不但药到病除，而且对有困难的病人分文不取。他的事迹很快就在10里8乡传开了，这简直就是活菩萨。受过他恩惠的村民自发的给他做了一块牌匾，悬挂高堂。很快，一个县城的大户人家听说了他的事迹，就派人来请他去府上给老太太瞧病。要说这老太太卧病在床好多年，也请了不少名医，可就是没有一点好转。然而经过李中平的诊治，只扎了3天银针，那老太太竟逐渐好转起来。李中平虽是无心，可他动了别人的蛋糕。听说这人祖上是宫里的太医，他觉得自己出身世家都没给老太太治好，最后却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间郎中给治好了。他不相信李中平的本事，让徒弟去打探他的底细。这徒弟也很会来事，以诊病为由提茶送酒的就找上了门。席间他不断给李中平劝酒，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李中平被灌醉后就说了西山坟地老槐树下的这个地址。事后徒弟带着几个人找到这里，却没发现任何人家。他知道那老头非妖即怪，就把槐树烧了。火光之中，只见一只白毛刺猬跑了出来。李中平这时可能是心灵感应醒了过来，他心想要坏事了，出门直奔西山坟地的老槐树。等他到时，槐树已经被烧成了一截树桩。此时李中平再后悔也无济于事。从那天起，李中平就像失忆了一般，再也记不起老头教他的那些医术，重新干起了种地的老本行。你们有没有见到过自己？那天李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自己不是照镜子一样的看见自己，而是现实中看到真正的自己。他说早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突然看到厕所里面走出来一个小孩，和自己一模一样。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那个自己就从身边走了过去，接着头也不回的进了屋。因为自己憋着尿，就先去厕所打开了水龙头。回屋过后仔细找了一遍，也没找到那个自己，就把这事告诉了父母。可父母却认为李中平白日做梦，临走时特别交代放学不要去水塘玩耍，因为昨晚下了一夜的雨，现在肯定涨水了。我们几个人平常放学后没事就喜欢去水塘边玩耍，因为那里的水不深，很干净，一眼就能见到底，可以抓蛤蟆、打水漂，还可以抓鱼。我听完李中平说的，感觉他是灵魂出窍了，因为这种事我没少听我奶讲过。这天上学，李中平一整天都没精打采的，别的也没瞧出什么。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怪事，这只狗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胆小，见人就躲，唯独这天见到我们3个，毛都竖起来了，龇牙咧嘴的。我们心想着好汉不吃眼前亏，撒腿就跑，等着跑远了，才发现那狗是奔着李中平去的。
再跑了一段路就来到了水塘边，那狗没追来。当我们往水塘上一看，经过昨夜的大雨，现在的水塘水位已经涨得很高了，还有很多烂木头什么的杂物冲了进来。本来我说换个地方去玩耍，可李中平指着水里说我们可以去划船。我往那一看，水塘里哪有船啊，分明是一块烂木头。李中平也不管我们，自己就跳了上去，还拿了一根树枝当船桨。另外一个看李中平上去了，也跟着跳了上去，但是我看着还是有些怕，所以没敢去。李中平在上面划拉了几下，觉得没问题，就让我也上去。我当时正跃跃欲试，那木板就翻了，只听见扑通一声，两个人纷纷落入水中。不一会，刘鹏从水里钻了出来，爬到木板上，我顺势把他拉到岸上，可李中平再也没上来。我们在那等了很久，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回村里找大人。李中平的父母和村里的好些人在水塘里面四处打捞，最后什么也没捞到。而当时我们用来当船的那块木板，拿到岸上一看，竟然是一块棺材板。李中平他父母没辙了，最后用抽水机整整抽了一夜。等第二天我们再来的时候，水已经抽干了，但还是没见李中平。水塘底下只有一口不知道从来飘来的大棺材。村民们上前七手八脚的想把棺材翻过来找找，结果翻过来一看，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了。李中平果然在棺材下面，而且被一副残骸抱着。很多年后我才听到一种说法，说是如果一个人要死了，就会看到自己的灵魂。要是以前我就知道的话，那天就不会让李中平去水塘玩耍了。但是我听老人们讲的一件亲身经历。就在上世纪90年代，有一个棺材匠叫九爷，每当他的棺材铺没有事情做的时候，都会坐在铺门口的躺椅上睡觉。他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抽烟，但是他抽的不是买来的，而是自己卷的那种旱烟。就在某一天，一个镇上的青少年跑来找九爷定做棺材。那青少年神情悲伤，而且还很着急地跟九爷诉说。九爷觉得应该是他家里的亲人死了，所以也没有多问什么，他先是招呼骚年坐下，然后再详细地问了他到底是谁。其实这也是九爷的一个规矩，每一个死去的人他都会详细地问死因。小伙说是他的老父亲，九爷听到是小伙的老父亲，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伤心。九爷其实跟他老父亲很熟，但九爷对这些早已司空见惯了，毕竟生死由命，谁也管不了的事。但是亲人离世，小伙却难免伤心。一听九爷问起死亡细节，小伙的眼睛瞬间变得潮湿了，于是狠狠地抽了2口烟，跟九爷讲述了经过。虽然老人已经70有2了，但身体却很硬朗，没出过什么大毛病。村里的所有人都说老爷子能长寿，可昨晚老人像往常一样遛弯回来，也是一切正常，并没发现哪里不对。小伙则连忙让他坐下休息一下，随后回屋给老人倒了杯水。老人也确实是渴了，端起水就喝了起来。老人一边喝着一边跟他讲述着在外面见到的事情。可以想不到的事也就在这时候发生了，老人还没有喝到杯中的水，杯子突然就掉到了地上，摔了个粉碎。小伙则被身后的声音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发现老人已经瘫软了下去。还没等小伙上去扶住老人，老人就已经没气了。第二天本来是老人的73大寿，按照传统来说73、84是老人的坎，本来还想给老人庆祝一下，没想到今天就死了。小伙正式说道，本来老人就会觉得73那年会有灾，没想到这么突然，死的时候眼睛都没闭上，显然是不甘心自己就这样死了。九爷听到这心里已经有了数，也劝小伙别再难受了。于是小伙订完棺材就骑车走了。九爷用白天1天的时间在店铺里挑了一具棺材，随后刷上了最后一遍红漆。但这并不算完，九爷还要给棺材做最后一道处理。九爷这时拿出了一个传统木工必不可少的工具——墨斗。这东西可能很多现代人都没见过。这东西本来是早些年间木工用来画直线的工具，用的时候把一直浸在墨水中的线从墨盒里拽出来，固定在木板一端，紧绷后一弹，便会在木板上留下一条直线，而木工会根据这条直线来裁木板或是定位。那天九爷就用墨斗把棺材的里面横七竖八地弹上了几道墨线，具体数量也是有讲究的。除了棺材的内壁，棺材板朝里的一面也被九爷弹上了墨线。九爷曾经讲过，墨斗不仅是规划直线和定位的工具，而且还有辟邪的效果，对于起尸和诈尸更是有镇压作用。做好这一切后，九爷就在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棺材送到了那家人门上。放下棺材后，九爷特意的要去看看那老人的尸体，说着便向停尸的里屋走去。只见那尸体正放在里屋的木板上，九爷要看尸体，其实是为证实心里的一个猜测。这一看果然没错，这个老人就像九爷猜测的一样，死得太意外，十分的不甘心。那尸体脸上充满了疑惑的表情，眼睛都闭不上，看样子怨气十足。更重要的是嘴也没闭上，
说明还有最后一口气没释放出来。而且这样的死者是最容易第二天晚上送魂的时候起尸的。事到如此，九叔只能告诉小伙一些注意事项，就是晚上安排2个胆子大一点的小伙子守灵，然后就是听到什么声音也不能打开棺材。眼看着小伙也有些不耐烦了，九爷只好先离开了。临走时告诉他们，只要坚持到入土就没事了。可没想到的是，当晚还是出事了，要于第3天才会出殡。所有尸体装进棺材后，还要在家停上1天。老人的侄子和儿子则被安排在了堂屋守灵。他们白天折腾了1天，已经很累了，不知不觉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大概在半夜的时候，儿子突然被屋里传出来的奇怪声音吵醒了。但这毕竟是灵堂，而且里屋正是停放棺材的地方，老人的儿子就觉得有些害怕，于是慌忙地把堂哥推醒了。两人先是在门口听了一阵，发现那声音的确是棺材那里发出的，但小伙的堂哥根本不信这些，以为是老鼠之类的，于是便走进去看看。这家伙向来都很胆大，从不惧怕什么邪魅魍魉。他进屋后，小伙也不敢一个人在外面待着，于是也跟着走了进去。可走进来后，两人都吓傻了，只见那声音就是从棺材里发出来的，而且越来越剧烈，整个棺材都抖动了起来。这棺材里只有老人的尸体，难道是诈尸了？但是小伙的堂哥还是不信邪，以为是老爷子并没有死，现在又缓过气来了，于是就想打开盖子看看，但是小伙却害怕这些，而且九爷也交代过他们不能打开盖子，于是就死活拦着堂哥不让他打开。可堂哥不但不听，还训斥小伙不孝，这一下把小伙搞得没话说了。于是小伙只能壮着胆子和堂哥一起掀开棺材盖。可没想到棺材刚被打开一条缝，就感觉有一股股的气流往棺材里钻去。两个人见到这情况都有些不知所措，随着气流的进入，那棺材盖也变得轻了起来。正当两人发愣的时候，那棺材盖突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弹了起来，紧接着那厚重的棺材板竟然被里面的强大力量远远地弹到了对面的墙上。两人都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傻了，这时又听到棺材里传来了一种更瘆人的声音。两人僵硬地转过头的时候，才看到死去的老人竟然在棺材里坐了起来，紧接着就向他们两个这边看过来。他们以为老人真的活了过来，可当他们看清老人的脸后，却又吓傻了。只见老人脸色死灰，眼球只有一片猩红色，根本就没有眼球，这哪还是个活人呀？更可怕的是，他的嘴张到了正常人根本达不到的程度。这时两人才意识到这是遇到了九爷口中的诈尸了，于是全都尖叫着向外面跑去了。当小伙他们跑出来后，就听到屋里传出来了撞击的声音。可两人刚跑出院子，就迎面撞上了一个中年大叔，原来是小伙的阿爹。阿爹说是九爷不放心这里，于是就叫他回来看一下。阿爹从小跟九爷长大，对于这些事还是能应付一些的，于是从兜里掏出来一根黑绳，便又叫上小伙他们走了进去。几人一进屋就看到老人正蹲在堂屋里啃食着什么东西。老人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立马转过头看向了阿爹他们。只见他不知从哪抓了2只老鼠，正在大口的嚼着。阿爹也没管那么多，只是让小伙二人一人拿着绳子的一端，然后就想把老人缠上。随着几个人的来回跑动，那绳子紧紧地缠住了老人，任凭老人怎么挣扎也无法挣脱那绳子的束缚。紧接着老人嘴里不停地冒着白气，随后像个泄气的皮球一样瘫软在了地上。后来阿爹才告诉小伙，他用的绳子也是墨斗里的黑血，要是普通的绳子根本就无法束缚行动敏捷力量强大的老人。于是老人的尸体又重新被装在了棺材里。为了不引起恐慌，第二天一大早就出殡下葬了，除了他们几个，没人知道这件事。好了，本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今天这件诡异的事发生在1998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呼玛县一个普通的山村里。正值初秋，村里的老把头带领着大家在山腰处的开山工地拜祭着山神。这种祭拜山神的仪式已经在这里流传了几百年了，这源于本地的萨满教。古萨满人认为，东北地区资源丰富的白山黑水都有守护的神灵，所有在山上和水里讨生活的人们受到了大自然的恩赐，都要对这些神灵进行祭拜。而老把头就是村里的带头人，最是尊重传统，也深得村里人的尊敬。可这天给山神上了香后，老把头却盯着那被烧得2长1短的香火，半天没有说话。看了一会，他突然跟大伙说，今天收工，这让刚刚上山的村民都有些意外。按以前的规矩，只要老把头发的话，
大家肯定跟着他都回去了。可现在时代不同了，这一次的开山采石工作，大家虽然还是习惯性的由老把头带领着，但却是自己赚自己工钱。那个城里来的老板是按照每个人的采石量算钱的，这就让几个平日里见钱眼开的家伙不再愿意听那些麻烦的旧观念。村里的吴强就是这样，这些年他在村里盖了新房，欠了些钱，眼看着入冬活就不能干了，还不趁着天气好多干点多挣钱。所以无论老把头怎么跟他说断头乡的晦气，他还是带着一个跟他要好的朋友进了工地。这天要做的是爆破开山，老把头看着两个冒失的年轻人实在是担心，可毕竟时代不同了，现在他已经无力去干涉这些急于挣钱的年轻人了。吴强一边在心里骂着那个迂腐的老把头，一边带着另一个同伴在山坡上埋好了炸药。两个人远远地把引信延伸到了山坡另一处的石头后面，两个人在石头后面躲避好，便开始了喊山。喊山是开山的规矩，是为了能让放炮时还在山上活动的人注意躲避。象征性地喊了两句，吴强就按下了引爆器，一声巨响，还在山腰处的炸药被引爆了。巨大的爆炸让整个山都在摇动，碎石飞溅。过了一会，一切都平静了下来，两个刚才还在心惊的年轻人都放了心，想着那些被炸药轰下来的石头稍作平整就会换来很多钱，两个人都有些兴奋。可就在两个人想离开躲避的巨石时，却突然觉得天黑了下来。两人抬头一看，原来天不知什么时候阴了下来，几块乌云严密地封住了山顶的天空。当然这并不能阻挡住两个人想挣钱的热情。吴强见陡峭的山壁上还有几块松动的石头，便又拿出了几支炸药，想再放一炮。而这时乌云却越聚越多，远处天边隐隐地传来几声滚滚的闷雷。与此同时，山脚下的村子里，老把头因为今天的活没干成，被邻居拉到了家里喝起了酒。自己的老邻居炒了2个小菜，一直在劝着自己趁着没活多喝2杯，可老把头一直提不起兴趣，心里一直在发慌。看着外面突然阴下来的天，总觉得会有事情发生，但心里一直安慰着自己，但愿是想多了吧。可正当2杯酒下肚，情绪刚刚提起来，窗外的山上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爆炸声，紧接着一阵白烟升腾了起来。多年的经验让老把头明白，这炸药放得太多了。老把头一下子坐了起来，从窗外看了一下放炮的位置，心顿时沉了下去。那爆炸的地方正在一处最陡立的山坡，山顶上有许多松散的石头堆积，而这一炸后果不堪设想。老把头顾不得吃饭，马上组织人上了山。可刚跑到山脚下，便又看到一阵白烟顺着山坡冒了起来。老把头知道那是山上的碎石受到爆炸冲击，全都滚落了下来。又等了一会，那阵白烟落了下去，几个人才又开始朝山上进发。大约走了1个小时的山路，终于赶到了开山采石的工地。可围着工地转了几圈，始终没见到吴强和那个年轻人。老把头的心稍稍放了下来，希望这2个家伙能懂得远远地躲开，别出危险。可是没见到人，心还是放不下来。几个人便在附近喊起了2个人的名字，喊了很久也没见到有人回复。老把头最后来到了工地旁的一处断崖，小心翼翼地探头向下看去，可这一看却让开了半辈子山的老把头都惊叫了起来。几个人见老把头的样子，都围拢过来，往下面看去，只见断崖下的一个大石头底下正压着吴强，他从胸口以下都被巨石死死地压住了，但是人还活着，正在拼命地呼救。正当老把头带着人从断崖的缓坡处想下去救人时，突然又一阵轰隆隆巨石滚落的声音传来，山坡上的一堆碎石向崖底砸了下去。老把头看那些碎石滚落的方向，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因为正是吴强被困的地方。刹那间，碎石已经朝着吴强砸了下去，吴强连声音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砸成了肉泥。几个人眼睁睁地看着惨剧发生在面前，都被惊得半天没说出话来。看到吴强死了，几个人又开始找另外一个年轻人，可是找了整整1天也没找到，也许早就被那些碎石埋在了泥土下吧。这里的人们还在过着靠山吃山的日子，依然由老把头带领着开山采石、伐木打猎，但总有些年轻人觉得那一切都已经过时了。男子下地干活，挖到一个古代砚台，不料拿回家之后却变得疯疯癫癫的，还说起了古文，
还要跟自己的老婆离婚，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离奇诡异的事？欢迎收看鬼烟台。事情发生在1995年，安徽省池州市祝家乡朱家安村。村里的吴强正在自己的自留地里翻地，村里的很多人都去了城里打工，可是人各有志，他却始终没有出去。看到村里很多人在城里赚了钱，回来盖了新房，有的甚至还买了车，他也有些眼馋。可是想想出去，人生地不熟，几次动了心思，却又放弃了。也许自己就是农民的命吧。可这一天，他在地里一镐头下去，却在地里挖出来了奇怪的东西。那东西黑漆漆的，上面还雕刻着花纹。他低头一看，顿时心里就有点紧张，因为老家这片地方历史悠久，这些年没少出些农民在地里挖出古董宝贝的新闻。难道这次好事轮到了自己身上？吴强迫不及待地把那东西捡了起来，感觉沉甸甸的，似乎是个早年间读书人用的砚台。他虽然不懂，但是能看出来这东西有年头了。这有年头的东西就是古董，古董就很值钱。吴强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心里就开始盘算着把这砚台卖了能换回多少钱，也许能值大价钱。那时候盖小洋楼，买大汽车，还不气死那些笑话自己的村里人吗？吴强地也不翻了，拿着砚台就跑回了家。回家以后什么都不顾，就坐在床上仔细地研究起了那个砚台，连妻子叫了几次吃饭也没搭理，真是越看越高兴。刚开始妻子孙秀也为这事高兴，可是慢慢的就发现了吴强变了。他每天几乎什么都不干，就是端着那个老砚台看，从不离手，就像那个砚台长在手上了一样，嘴里还整天念叨着一些自己听不懂的话，脸上的表情也是极端的诡异。自己和他结婚这么多年都没见过他这个样子，自己的丈夫似乎变成了一个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这感觉总让孙秀心里发毛。最诡异的事情发生在半个月后的晚上，孙秀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了，那声音居然是有人在自己的耳边念古文，一阵阵直往自己的脑子里钻。孙秀一咕噜爬起来，却发现那都是丈夫吴强说的梦话。丈夫大老粗一个，以前从不说梦话，怎么今天会在梦里说出这样的古文？吴强眼睛半睁着，眼珠上翻，只露出一线白眼球，嘴唇不时地蠕动着，那面貌让孙秀感觉陌生。与此同时，村里人也都慢慢发现了吴强不对的地方。相熟的村民和他打招呼时，他总是说自己不是吴强，而且满嘴的知乎者也，这让都是同村一起长大的村民们都觉得他患上了神经病。可也有人说，吴强这是让那个古代的死鬼给附了身。孙秀实在是受不了这整天疯疯癫癫的丈夫了，一次吃饭又一次叫不动他以后，就跟他发了几句牢骚。可没想到他连头都没回，就咬文嚼字地把自己狠骂了一通。孙秀虽然文化也不高，却能听出来吴强居然是要跟自己离婚，这一下可真的受不了了。孙秀觉得丈夫这诡异的变化肯定跟她捡到的那个古代砚台有关。她跑到了邻村一个很有名的算命先生家里，一边哭一边跟先生说了自己丈夫这一段时间的奇怪举动。算命先生听了，就断定他是被冤魂上了身，便安排晚上几个人趁吴强睡着了把他绑起来。被惊醒的吴强见到自己被绳子捆了起来，立马破口大骂了起来，可是骂的却还是知乎者也的古文。算命先生让人把吴强捆在了一根槐树的木桩上，在他的脚下四周撒了一圈香灰。吴强见到这个情况，虽然还在骂，可是神情已经显出了紧张。慢慢的，他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那咬牙切齿的样子十分的恐怖，青筋都全部鼓了起来，可还是说他不会离开的。那算命先生见他这么顽固，就拿出了那个他从地里挖到的砚台。他见先生要毁掉砚台，虽然样子还依然的恐怖，但是态度明显软了下来。那算命先生猜出了缠着吴强的冤魂可能一直依附在这砚台上，或者就是这老砚台成了精，再一次出言威胁，把他扣在尿桶里，让他永世不得超生。他终于还是妥协了，提了一些要求，以后要把砚台埋在原处，再给他烧些文房四宝，说他就会马上离开。话刚说完，吴强一下子失去了意识，头一低晕了过去。算命先生说那鬼魂已经走了，几个人给吴强解开绳子，一阵的捶打他才缓醒过来，可是一醒来就开始吐了起来。大家看到他吐出来的都是黑色泥土一样的粘液，腥臭无比。
这件事当时在村里很轰动，直到现在人们还会在茶余饭后提起。而那个吴强自从那件事以后，身体就一直不好，以前精壮的汉子现在变得很虚弱，而且患上了一种怪病，总是咳嗽，去了几家医院也没治好，每次咳嗽都会吐出一口粘痰，一种黑乎乎的痰。故事的主角依然是我们的主角李宗平。李宗平是搞工程的，带头领着几个伙计一起干，总是干一些小活。李宗平开车去乡里干一个小工程，因为干活离家太远，就在工地旁边搭了个帐篷。当时8月中旬，天气闷热，李宗平热得睡不着，想到旁边有条河流，想让工友跟他一起去冲个凉水澡。二人来到河边，麻溜的脱了衣服就下了水，两人正舒服的洗着澡，工友发现非常奇怪的是，一张竹床放在河边水里。李宗平上前用手摸摸，感觉竹床还能用，就跟工友商量怎么把竹床抬回工地去。两人简单冲洗一下，就把那张竹床抬回工地了。竹床只够一个人睡，李宗平就睡在了床上，因为床是用竹子做的。李宗平睡在上面还感觉挺凉快。李宗平睡得正香，就感觉有人在按着自己的脚，迷迷糊糊看见有2个黑影站在自己的床尾，用一根红绳绑住自己的双脚。这个时候李宗平感觉身边又躺着一个人，这个人身体很凉，不像是活人。那老头跟李宗平睡一头，李宗平想动一下，却怎么也动不了，不知道是做梦还是真实。就那样的姿势跟那个老头睡了一晚，天一亮，李宗平就被工友给叫醒。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的双脚不能动，工友扶着他在地上试了几次，脚就是不能动，实在是没办法就去了医院。在医院住了1个多星期，医生也查不出病情，就让李宗平先回家静养。李宗平的母亲就找个看事的人过来看，看事的人就问李宗平在工地都干了什么事，李宗平就一五一十把在工地发生的事讲了出来。看事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在工地那边有这样一个习俗，去世的老人睡过的床有湿气，需要扔到河里冲刷3天，去世的老人也会用红绳绑住自己的双脚，具体什么原因看事的人也没说。李宗平也是睡了沾有湿气的床才会被当成死人的。看事的人找来一把剪刀，对着李宗平的双脚比划了一下，在脚中间咔嚓一声，事情有点匪夷所思。就这样李宗平能下地走路了。今天的这个故事发生在牛马10岁那年的暑假。那天牛母有事去他姥姥家，只留牛马一个人在家看电视，等他一直看到天都快黑了，新闻联播也都演完了，牛马这才关了电视。而牛母还没回来，他也不敢出去玩，只能一个人在院子里踢球玩耍。然而在天刚擦黑的时候，突然从大门口传来了咚咚的声响，牛马循声望去，就见大门口站着一个人，一直在抬腿想迈到院子里，但因为自家的大门有门槛，他的脚好像抬不起来，每一次迈脚都踢在了门槛上。而这时牛马也认出了门外是他们村一个姓戚的亲戚，问辈分该叫他舅爷。当时他还想过去看看这舅爷为什么会被门槛给绊住，可就当牛马刚往前走了几步，猛地就停下了，因为他突然发现齐舅爷的身上全都是水，而且还淌了一地。不仅如此，齐舅爷的脸色也特别的吓人。见到这一幕，牛马被吓得扭身就跑回了屋里，连忙插上了门，躲到窗户后面探头往外看，就见齐舅爷试了好一会，他好像知道自己进不去，便转身往旁边走去。而牛马这时才敢开门出去，悄悄地往外面望去，但街上却是一个人也没有，齐舅爷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发生了这种事，谁还敢再待在家里？于是他连忙关上了门，拔腿就往姥姥家跑去。可要去姥姥家会经过一座小桥，那座小桥架在一条壕沟上，但沟里早就没有水了，只有在下雨的时候会积下一些。然而那晚在桥上却围了很多人，一看就是出事了。牛马忍不住好奇就凑了过去，当时在人群中有一位他叫三叔的邻居，牛马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可三叔却把他推到一边，不让牛马过去看，只说是齐舅爷骑车从桥上过，不知怎么就掉下了壕沟，结果被淹死了。牛马闻言就是一个机灵，如果齐舅爷死了，那自己刚刚看到的难不成真的是鬼？于是他便伸着脖子往桥上看，果不其然就看见齐舅爷被村民从壕沟里抬了上来。见此情形，牛马被吓得大叫一声，也不管一旁的三叔，直接拔腿就跑回了家，关上了大门，一直等到父母回来，他才把齐舅爷要进家门的事给说了一遍。其实牛马的父母也知道齐舅爷死了，闻言赶忙都让他住嘴不要乱说。但随后牛父又说齐舅爷死得离奇，可说来说去也只能感叹他命该如此。原来当时齐舅爷摔下壕沟时，正摔在一个小水坑里，可能是被摔晕了，结果就那么把命丢了。到了第二天，牛马的父母都得去齐舅爷家帮忙办理丧事，而牛马因为害怕就没敢去。可等到晚上回来，牛马的父母又带回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还是关于齐舅爷的。
牛马听着好奇，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刚开始牛母还不说，但在他的一再纠缠下，牛母还是说了出来。原来自从齐舅爷被抬回家后，家里人就给他穿好寿衣，装进了棺材里。但他家的2个儿子在晚上守灵时，竟然听到了有滴水的声音，而且还是从棺材那传出来的。哥俩一嘀咕就准备走到棺材跟前去看上一看，然而就是这么一眼，哥俩当时就傻了眼，就见那棺材里面竟然不知道从哪来了半棺材的水，而齐舅爷就这么的泡在水里，一脸生气的样子。哥俩一商量，这肯定是老爷子觉得自己死得冤不甘心，就决定找个明白人来给看看。于是第2天他俩便请来一个先生，可那先生往棺材里一瞅，就叹了口气，说是齐舅爷已经给自己伸了冤，村里马上还要死个人，到时候棺材里的水自然就会消失。不过这事还真让那位先生说中了，在当天晚上村里的老吴太就死了，而齐舅爷棺材里的水也刚好没了。可村里同时死了2个人，有些迷信的就开始不淡定，但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因为在当时的农村，不知是巧合还是什么，老人都是搭伴去世的。不过关于吴老太的死还有另一个说法，因为那天有人看到齐舅爷是为了躲避吴老太才摔下桥的，吴老太定是被齐舅爷给带走的。但说来说去，牛马也不明白那晚齐舅爷为什么要进他的家。假如那天真的让他迈进了门槛，那么到底会发生怎样恐怖的事情呢？如果你在晚上没有意识的原地转圈，毫无疑问，那你肯定是遇上鬼遮眼了。事情发生在1995年，吉林省白城市瓦房镇互助村一条乡间公路上。舅舅那天去县里办事，骑车回到村里时天已经黑了下来。那时的农村土路上，由于没有路灯，天黑后基本上是没有行人的。舅舅在路过村东头的一片玉米地时，突然看到一辆自行车倒在了地头上，看那车的样子应该是自己的邻居送人头的，这让舅舅很奇怪，这大晚上的他来玉米地里干啥？正在这时，舅舅听到玉米地里传来了悉悉索索的声音，似乎有人在那里面走动。舅舅觉得好奇，就朝着里面找了起来，仔细一找，果然看到了送人头，他正在朝着玉米的里面走去。可一会的功夫，见他又从里面走了出来，紧接着突然掉头又一次往里面走，如此不停的往复，似乎一直在这玉米地里转着圈。舅舅仔细一看，他的脸上和衣服都被玉米的叶子上那锋利的锯齿状边缘划出了很多口子，脸上无数的小口子都渗出了血迹，可他自己却完全没有知觉一样。舅舅大声叫了他几声，老宋干嘛呢？他就像完全没听见一样，没有一点反应。毕竟是在农村生活的人，舅舅马上感觉到不对劲，他应该是遇到了脏东西，上前就一把拉住了他。可任凭舅舅怎么摇晃，那个送人头就是不醒，像是失去了意识。舅舅一看没有办法，伸出手就给了他2巴掌，几巴掌下去，那个送人头才突然恢复了意识，对刚才的一切似乎都不记得。舅舅见送人头醒了，就跟他讲起了刚才发生的事情。送人头听到自己刚才的经历，也觉得真的后怕，知道自己是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回头看着玉米地里的痕迹，2个人逃跑似的骑上车子就往村里的方向蹬去。送人头见离开了那个鬼地方，才跟舅舅讲起了刚才遇到的事。原来今天他去邻村一个朋友家吃饭，回来的也晚了一点，在路过那片玉米地时，突然看到路上有一个大坑，由于路上很黑，看到时已经到了跟前了，那时刹车已经来不及了，他一个急拐弯，自行车瞬间失去了平衡，他连人带车摔到了靠近玉米地的路上。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感觉背后有一个黑影扑向了自己，接下来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送人头回家后，第2天就找了个算命的大仙儿到家里给自己看看，说是让路上的一个冤魂给缠上了。那大仙儿问了送人头的生辰八字，掐着指头算了半天，才说了破解的办法，让他必须在家待上7期49天，哪里也不许去，不许出门，否则小命不保。送人头本来就是个胆小的人，真的就在家老实的待着，地里的活全都扔给了老婆去干，而自己却从不敢踏出大门半步。转眼间49天就过去了，那天早上他老婆就叫他一起去地里干活，他本来还有些害怕，可想想时间也到了，就跟着老婆出了门。可是走到村东头那个小河的时候，他的心又开始提了起来。他老婆看他那样子，心里就有些生气，当先上了桥，可是他在后面却迟迟不敢上桥，总觉得有不好的预感，似乎桥上正有东西在等着要自己的命。他老婆看他那畏手畏脚的样子，心里这个气呀，也不理他，自己走在了前面。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他在后面大叫了一声，不好，有车过来了。他老婆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被他从后背猛推了一把，
一下子掉到了河里，然后他自己也紧跟着跳了下来，一头扎进了下面的小河里。他老婆掉下来以后，马上就从水里爬了出来。由于今年干旱，水非常浅，只能到人的膝盖，而且离桥面也不高，并没受伤。他听见宋人头随后也跳下来了，就在这小河里四下的找了起来。可当他在河边找到宋人头时，却吓坏了。宋人头脸部朝下的趴在水里一动不动，一股不好的预感袭上了他的心头。果然，当他费尽九牛二虎的力气把宋人头从水里扶起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去多时了。没人能明白宋人头怎么会在这么浅的水里淹死的，而且那座小木桥根本上不了机动车。他临死前又到底看到了什么？只能听到他老婆搂着他的尸体在河边一遍遍叫着他的名字。后来人们都说宋人头是碰上了鬼遮眼，只能看到鬼让他看到的东西，他是怎么躲也没能躲过这一劫呀。你有没有梦到去世的亲人托梦给你，说在底下过得不好，没钱花，或者说坟地出了问题？如果有的话，那你可要注意了，这有可能是真的。这是发生在浙江省丽水市水阁镇余庄前村的真实事件。有一年秋天，李宗平的母亲去世了，按照当地的习俗，要在老人去世的第3天下葬。那天村里来了不少人帮忙，一行人抬着棺材往村西边的山上走去。孝子李宗平抱着老母亲的遗像走在最前面，到了李家的祖坟。李宗平早就安排好人挖好了坟坑，按照当地的习俗，现在只能先下棺，还不能封土，要等好日子才能封上土。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这样的风俗，反正我老家不是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等老母亲的棺木放入坟坑中，李宗平站在一旁一阵感慨，老母亲这些年没少受苦，还没来得及享福就先走了。李宗平越想心里越难受，最后在亲戚朋友的劝说下，才一起下山回了家。这一天忙碌下来，李宗平累得到家就睡着，可就梦到了奇怪的事，整整一个晚上都在断断续续做同一个梦。在梦里，他看到一个男人正拖着他的老母亲，老母亲显得非常痛苦，可是却挣扎不了，只能任由他拖动。看到老母亲那无力摆脱的痛苦样子，李宗平不由得万分着急和心痛，突然大叫一声。李宗平从梦中惊醒过来，梦里的一切显得十分真实，特别是老母亲的痛苦的表情，让他的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李宗平再也睡不着了，他觉得这个梦格外蹊跷。第二天一大早，他叫上同村的堂弟，要一起去坟地里看看。堂弟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就问他后天才到封土的日子，今天为啥要去？李宗平就把昨天晚上做的梦跟堂弟讲了一遍。堂弟听完之后，就以为李宗平太想母亲了，就让他想开一点。可两人不管怎么劝，李宗平都觉得这梦太过于蹊跷，他要过去看看，否则不放心。两个堂弟没有办法，也只好跟着他来到了祖坟。3个人来到了老母亲的坟地，围着棺材转了一圈，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这农村人下葬也没有个陪葬品，谁会没事扒死人的棺材呢？李宗平凝重地看着老母亲的棺材，不禁又是一阵感触难过。两个堂弟赶紧在一旁劝他。看着老母亲的棺材完好无损地停在坟坑里，李宗平心里踏实多了，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多了。3人正想回去，李宗平无意间瞟到身旁的草丛里好像有什么东西，随即就停下了脚步。堂弟看着李宗平，一脸错愕地盯着草丛里看，也不知道李宗平又是哪根筋搭错了，就顺着他的目光向下看去，只见草丛中有一项寿帽，也不知是什么人丢弃的。这寿帽是当地下葬的一种习俗，去世的人下葬时戴的帽子。堂弟正纳闷是谁把寿帽扔在这，没想到李宗平一弯腰把那寿帽捡了起来。堂弟就问：捡那东西干嘛？夺回去，快扔了。李宗平打量了几眼寿帽，说那个寿帽子是他娘下葬时戴的。他堂弟说：这怎么可能呢？而且这帽子都是寿衣铺卖的统一样式。但李宗平很坚定地说，这是他娘生前自己做的，和买的不一样。这话一出，两个堂弟也觉得那寿帽真的和铺子里卖的不一样。这一下3个人的心都提了起来，如果这帽子是李宗平他娘的，难道棺材真的被人动了？想到这，3个人都沉不住气了，拔腿就往回跑，心里祈祷着千万不要是真的。来到了坟地，3人跳进了坟坑，用力抬起棺材盖，想打开棺材看看。虽然这样不合适，但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3人使尽浑身的力气把棺材盖子给掀开了，可棺材盖子一掀开，李宗平就傻眼了，就见棺材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老母亲的尸体也不知所踪了。
这一下可把李宗平气炸了，到底谁这么缺德，把老娘的尸体给弄走了？三人随即到村里找来了一大帮人。为什么要找这么多人呢？因为这丢尸体的事啊，以前村里也发生过，当初一户姓王的人家就丢过一回，但最后找到了，起因就是老王家和村里一户人家有仇，所以老人下葬后让仇家给挖了出来，埋到了别的地方，据说这样能让王家人不得安生。堂弟就问李宗平有没有跟谁结过仇，找到他非揍死他不可。大家伙来到了祖坟附近，开始了地毯式的搜索，看看哪里的泥土被人翻过了，从早上一直找到了中午。就在大家快放弃的时候，这时一个人在林子里好像有了发现，让大家赶紧过来看看。李宗平他们跑了过去，走到这近前才发现有一个洞，那是一个半掩在地下的洞，上面盖了很多杂草，不仔细看很难发现。人群里有人知道这是打日本兵时留下的掩体，里面都塌了。李宗平寻母心切，不顾大家的阻拦，缠了个火把就钻了进去。洞里阴暗潮湿，加上有很多塌方，不好走。他深一脚浅一脚的慢慢往里走，李宗平堂弟实在不放心，就跟着他一起进来了。两个人借着火光往里面一路寻下去，好在这个掩体并不深，走了一会儿就隐隐看到了尽头，尽头处有个身穿寿衣的老太太，正是李宗平的老母亲。在火光的映射下，老太太显得十分的诡异。李宗平实在想不明白，老娘的尸体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两个人缓了缓神，上前仔细观瞧起来，确定老娘已经没了生命气息，不过尸体却没有任何损坏。李宗平把他娘背了出来，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震惊的。李宗平也没有看日子，而是当天直接把老娘封棺入土。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轰动，有人猜测李宗平的老母亲诈尸，自己从棺材里爬了出来，也有人说是有人偷尸体配阴婚用的，甚至还有人说他的母亲是因命被人偷出来用来练邪术的。而事情的真相就不得而知了，不知道在当地的有没有听说过。下面的这件事是我大学毕业后遇到的，由于工作不稳定，我只能不停地换工作和租房子。那一次我想着在离公司近一点的地方租个房子，在招租栏上看到了一个一室一厅，只要400块。我一看价格那么低，赶紧给房东打电话，问他这个房子有没有租出去。房东说没有租出去，让我过去看。那是一个破旧的老小区，房东是一个50多岁的大叔，一脸的严肃，迷路上也不吱声，直接带我去看那个房子。让我意外的是，房子里面什么没有，厨房、厕所倒是一应俱全。我走进卧室，发现墙上贴着一张观音像，房东可能看我注意到了观音像，特别强调里面的东西不许动。就这么着，我交了押金和房租，去二手市场买了张折叠床和简易的衣柜住了进去。可接下来让我遇到了一生难忘的事，就在入住的当晚，我睡得正熟，突然哐的一声，门自动打开了，而且声音很响，我立马惊醒，坐了起来，当时都懵了，心想难道是风刮的，还是进小偷了？还没等我想明白，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我看了看窗户，卧室的窗是宽的，显然不是风刮的。厕所只有一个小窗户，我拿了一个棒球棍，准备一探究竟。打开门，发现客厅里没有任何藏人的地方，厨房的窗子也关得好好的。来到房门前，门也是反锁的，根本不可能有人进来。找了一圈，没有任何发现，我就回了卧室。然后我就发现屋里的唯一变化就是墙上的那张观音像一个角掉了，把观音的脸给遮住了。我也没有当回事，就继续睡了。也不知睡了多久，我就感觉屋里有人，但是我怎么都醒不过来，朦朦胧胧。我看到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女人飘了进来，但我怎么都看不清她的脸。她站在那并没有对我做什么，我怎么挣扎也动不了。最后我不记得什么时候睡着了，再次醒来时太阳已经晒屁股了。我第一反应是看看那个女人站的地方有什么不同，可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第二天上班，我很没有精神，跟同事讲了此事，同事就跟我说肯定遇到了鬼压床，那间房子不干净。当时手头比较紧，交了押金退租，房东也不会给押金。不过想想除了受了惊吓也没有发生什么。当我下班再回到那个房子时，多少感觉有点阴森。我又把卧室的房门加了一道锁，晚上睡觉的时候插上它，观音像也按照同事所说的给粘了回去，然后晚上就正常睡觉。夜里总有什么东西撞击卧室门的声音，但我很快就习惯了，照常睡觉。我跟房东签订的是半年的租期，我住了半年才搬走。那段时间里，我总是萎靡不振，经常发烧感冒。临走时，我看了一眼观音像，那张观音像肉眼可见的比我住进去时破旧了很多。我退房交接的时候，房东还想以更低的价格让我住在那，被我拒绝了。要不是之前手里没钱，我绝对不会住在那。今天这件恐怖的事是我爷爷的亲身经历。我的老家在东北农村，事情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爷爷还在生产队负责喂马，和爷爷轮流值班的是村里的孙老头，每人在马场住半个月。那天下午正好换班，爷爷从家里拿了几个鸡蛋和一只野兔子，这老哥俩在小屋里喝了点小酒。这两人从小一块长大的，
关系很好，一喝就喝到了半夜。喝完，两个人斗了几句嘴，那老孙头就回了家，爷爷则关门睡了觉。那时候的农村，别说半夜，刚过了8、9点，基本上就安静了下来。更何况这马场离村子远，晚上除了偶尔的山风，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可那天晚上也怪了，爷爷也就是刚睡着，外面就响起了哗啦哗啦的响声，像是铁链子在地上拖动的声音，而且那声音越来越近，直直地朝爷爷睡觉的小屋靠近。声音到门口后停了下来，可很快又响起了敲门声。爷爷本身就有些烦躁，加上酒劲儿还没过，听到敲门声，迷迷糊糊没好气地冲着门口喊了一嗓子：“谁呀？”他这一嗓子，门外一下安静了下来。门外安静的让爷爷差点以为刚才的声音都是自己做梦呢。又等了一会儿，门外终于传来回应：“孙玉忠，该上路了。”那声音听上去十分别扭，既低沉又僵硬，还断断续续的。孙玉忠正是那孙老头的名字。爷爷这一听就更气了，大声喊道：“老孙头不在这，早回去了。”外面又一次安静了下来，本以为没找到人走了，可就在这时候，又是哗啦一声铁链子响，紧接着窗户被人从外面打开了。窗户一开，一股冷风灌了进来。爷爷看到2个高高瘦瘦的人影站在窗外，其中一个人影把头凑了进来，往屋里看。爷爷也看不清对方的长相，只是看到趴在窗户上的脸很长，倒是能看到这人影的眼睛很亮，在黑暗中似乎发着光。爷爷本身是个脾气火爆的人，见那人这么没规矩，就大声骂了起来：“都说老孙头回去了，你还想咋地？”那人也没回答，在屋里四下扫了一圈，没见到孙老头，便缩回了头。爷爷再一次听到铁链子声响，好像那2个人影走远了，可这窗户也不给关，冷风呼呼地往里灌，弄得爷爷还是一肚子气。正下地去关窗，在爷爷关窗的这回功夫，也突然看到院中那2个人影在向外走。那2道身影格外的高大，并且穿着宽松的长袍，长袍一黑一白，还戴着很高的帽子，足有近3米高。一人手中一条铁链子，拖在地上走。看到这，爷爷哪里还不知道咋回事，吓得一哆嗦，酒劲顿时顺着冷汗蒸发了。他这一声惊呼，那2个影子似乎是听到了，停下了脚步，铁链子拖动的声音也随之停了下来。随后一转头，爷爷看到那2张脸白的吓人，而且舌头耷拉着长长的一截露在外面，尤其是那2双眼睛，像是4个黑洞一般，远远地盯着爷爷。这还用问吗？阴差呀！把爷爷吓得连气都不敢喘一下。好在那2个阴差也没理爷爷，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当中。不过缓过神来的爷爷也明白，这阴差上门8成没什么好事。这一宿他都钻在被窝里哆哆嗦嗦的，满脑子都是孙老头的事。天亮之后，爷爷赶紧穿上衣服朝着村里赶去。当爷爷赶回村里，来到孙老头家，却见孙老头家院里聚集了一帮街坊邻居。看到这一幕，爷爷心里顿时咯噔一声，一阵不祥的预感升了上来。果不其然，进屋之后，只见孙老头僵硬地躺在炕上，旁边他妻子和儿子正跪着痛哭。再看孙老头，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显然早已死去多时了。爷爷说，从那天起，他是真的开始相信这世上有阴事阳事这么一说了。李中平为了卖掉家里仅剩的几亩地换钱，气死了他爹，就连家里的狗都看不下去了，因为他没打狂犬疫苗，最后落得像条狗一样的下场。话说李老汉孤家寡人，带着个30多岁的儿子，一年到头汗珠子都干掉了8瓣，也只能勉强换个温饱。李中平整天游手好闲，还不孝顺，因为这事没少被同村的戳脊梁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谁叫李老汉从小娇惯李中平呢？一天农活干下来，回到家里还没个热饭热菜，等到李中平在外瞎混一天回来后，还得伺候他。可李中平面对父亲的关心，就连正眼都没给李老汉一眼，径直走进卧室倒头就睡。李老汉想和儿子说点啥，可又不知道该咋开口，就这么静静地坐在门口。他一个人生活在这样孤独的世界里，有些怀念老伴。直到有一天下地干活，在草丛里发现一只小狗对着他嗷嗷叫，直摇尾巴。他俯下身去逗弄着那条狗，那狗也不怕，在他手上蹭来蹭去，很是可爱。逗了一会儿，李老汉扛起锄头继续往地里走，可没想到那只小狗一直跟在后头，就算来到地里干活，那狗也乖乖地在边上看着，就像是认准了李老汉一样。李老汉一狠心就将它带回了家，可李中平不愿意了，说什么人都快饿死了还养条狗。李老汉舍不得给狗送走，央求李中平把狗留下。李中平没办法了，
只能让李老汉用自己的口粮来喂养它。打那天起，小狗就成了李老汉的伴，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胡子。从此李老汉也不再孤单，一转眼小狗长成了大狗。那几年到处都在搞农业合作，其中一个老板看中了李老汉家的几亩地，想买来盖工厂，价格给的也不错。见李老汉死活不愿意，李中平就急了，生怕得罪了那位老板，赶紧上前稳住他，说让他来说服李老汉。其实他哪有什么办法说服李老汉，就是关上门来吵了一架，而且越说越激动，什么难听就说实嘛，完全就是一副白眼狼的模样。李老汉一时气急攻心，喘不上气，犯了心脏病。他哆哆嗦嗦的想让李中平去给他拿药，可李中平还以为他是伪装的，一甩手就走了。就这样，李老汉挣扎了一会儿就没了动静，只由胡子扑在他身上发出阵阵哀嚎。李老汉一走，丧事都还没办完，李中平就把地给卖了。他手里数着钞票，哪里有丧父之痛，正心花怒，放着这钱该咋花呢？腿上就传来一阵疼痛，低头一看，正是胡子死死咬着自己的腿不放。他本来就看胡子不顺眼，抄起棍子就给胡子送走了。报应也是说来就来。第二天，李中平龇牙咧嘴的趴在地上，村民们见状全都围了上来。李中平见人就咬，吓得再也没人敢上前。他爬出人群过后，径直来到垃圾堆，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村民说他这是遭报应了，有人看到过他把胡子的尸体丢在了垃圾堆。第二天村民在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淹死了。所以说做人要孝顺，还要有爱心，如果做了坏事，迟早要遭报应的。